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卫军情局。今天是美西时间10月10号。今天我们聊一期全球华人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中共是否可能在3年内武统台湾？因为在2024年就有美国智库发出预警，2027年可能是中共武力攻台的一个窗口。那现在靠谱吗？在我看来中共确实是在加紧武力犯台的步伐，这火药味也是越来越浓了。今天呢，我想从3个维度来聊一下，他什么时候真正的可能会动手。实际上，武统台湾一直是中共的一个执念，他之所以不干是因为时机并不成熟，代价高于是他的收益。但现在不一样了，因为中共始终考虑的3个主要因素有2个基本上成了，就差最后一个了。我们先讲中共武力犯台，他最不在意的就是中共的民意。经过这么多年的洗脑，讲什么民族伟大复兴已经实现了65%了，就差武统台湾了。而且他经年累月的给国内民众灌输人民解放军战无不胜，可以和美军掰掰腕子了，咱也好歹有3艘航母了，第4艘正在建设，据说在某些指标上还超越了美军。当然了，这都是内部宣传了，但是这个效果确实达到了。你看我昨天发了个消息很多小粉红留言说福建号说的比你讲的要好得多。当然了，我们不去讲它的技术指标，但是从民意这一块中共实际上已经可以算是合格了。那第2个因素就是在岛内寻找策应和支持者。当然了，岛内的民意它是需要2个方面去下手的，一个是岛内的政客，我感觉这个成绩还相当不错，至少现在国民党的当选主席姓郑的那位女士算是和中共有紧密的联系。她在上一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还提到，我要用100次和习近平见面说服他和平有多么好。实际上你10000次你也解决不了习近平的心病，他要打你就是10万次也没治。但是明显他自己都不相信的谎言为什么还要说呢？那无非就是告诉岛内的民众可以用外交和说和的手段解决。实际上民众没有这个判断力，他真的可能就会相信，就会反对采购美国的武器。除了台湾的政界在艺术界、文化界也在下手。你看很多台湾的艺人要指望大陆的市场吃饭，那你就要宣传我的旗号。像这个11中国国庆的时候，有多少台湾艺人庆祝自己的祖国呀？应该是很多吧。你不庆祝都要给你这个游街示众的，你甭想在这儿开演唱会了。除了艺术界还有一些商人，大多数投资它是在中国的话，你必然要有短处在中共那儿。你要是不向着我这统派我就罚你。第3个也是不入流的办法，那就是在黑道这方面他也下手了。因为台湾黑道说句实话，它和香港的黑道没有本质的区别。现在的江湖已经不是反清复明那个时候有道义感的江湖了。现在所有的黑帮，他想的第一件事就是挣钱、活下去、扩充自己的组织。那香港的黑帮给了台湾的黑帮一个成功典范，就是97以后，我们抱了中共的大腿以后都赚翻了。你看原来什么14K 什么三合会什么和盛和那些大哥摇身一变，变成了爱国企业家，爱港爱国，
黑社会也要爱国的，那你就可以在深圳开厂，在内陆开厂，赚的是盆满钵满，有的时候还给你一个政协委员的一个大招牌，目的就是更方便的赚钱。你看很多明星有黑道背景的，现在在这个国内抖音开号卖月饼卖美心流沙月饼卖吃的他这个钱是一直可以赚下去的。台湾这些所谓的黑帮，实际上也有这种困境岛内的发展空间有限，你要想扩充组织，这个黑帮老大或者主要骨干想改善自己的生活，你还得发展大陆市场。既然不让你开堂口，让你开直播赚钱，不也行吗？你看最近确实有一些有黑帮背景的台湾人在国内平台上，什么快手、抖音就开始卖他的台湾美食了，卖凤梨酥了，人家挣着钱了，他自然要说中国牛逼天下第一，这台湾是生不如死这个一片混乱，你还是干点捅了就行。所以从政界、商界、文化界一直底层的黑帮他都在下这个手。什么时候这些人真的成为主流民意，或者有一天掌握了行政权力，因为台湾接下来也有总统文化呢，他就是武力攻台的最佳时机。因为你这不用这个猛打，人家直接举白旗了，说我们现在统，咱们来谈他吧，我们变成一个省，你可以派个省委书记，你把那省长留给我，或者说你让我当那个特首，你这个时候这是代价最少的，实际上现在正在发力。第三个是影响中共武力攻台的最关键的因素，这个因素超过了党内这个同僚的这个培植，那就是美国的态度。以前我的节目讲过，川普在执政时期，他对于国际道义和这个法律责任看得比较淡。你看这个布达佩斯备忘录，你遵守了吗？没有嘛。现在武器不光不供给了，你要武器，你欧洲出钱买，它变成做生意了。那个布达佩斯备忘录的协议责任、道义责任，放在一边去了。在这儿，我想讲两件事台湾民众一定要清醒。一个是川普在第一任期卖了600枚的反舰导弹，叫鱼叉，这个导弹现在都没有交付，没想到吧？4年过去，第5年了，还没交付了。第二，台湾呢买了66架的 F-16V，就是最新的改进版本，这个战力也是相当强的。现在仍然是迟迟没有交付，而这两单都是在川普第一个任期签订的合同。说句实话，台湾的钱都付了，无论是定金还是首付后期的钱付完了，货没交。现在这个吴家大楼国防部副长那只能是用语言去安抚，说我们正在加紧建设，我们本身也缺这些武器但是我们想尽量解决，就是不说具体的日期。那你说几月份交没有，那实际上就是一个灵活的拖下去。以前的节目我讲过，老川确实为了达成和习近平的釜山的那个合作那个大协议，他延缓了台湾武器的交付。实际上这货他造出来了，就是先不给你。有的武器他先给以色列先给一些欧洲国家，但是他为了拿到中共的订单，包括关税的协议，包括什么那个稀土，他就可以把台湾的合同义务往后拖延。所以我说，老习看到了这一点，三大因素：国内的民意是否支持岛内的同僚是不是起来夺权了呢？第三个，现在川普对于实现与台湾关系法的国际义务，他有没有全力以赴？他到底是派几艘航母过来威吓一下这个糊弄一下台湾民众，还是说我全力以赴，真的像拜登或者以前的总统讲的坚如磐石？这个可能是最大的一个变数。好，既然大家了解3个因素了，你看
是不是越来越有利于老习做这个军事冒险呢？明天啊，我想聊一下，如果有一天他武力犯台，他也不会按常理出牌，不会是俄乌战争的一个翻版。它有两个特点，一个呢叫军民融合，怎么融合？另外呢，它一定会先什么呀？出动蜂群无人机群，再就是机器狼的狼群。具体的你要感兴趣啊，咱们明天接着聊。另外，我另外的频道叫大卫观点，我想今天聊一下美国政府啊，马上要重新开门了。那民主党是否是获得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呢？如果你想听，请关注我另外一个频道，咱们明天见。